梅威瑟得罪黑手党老大，竟惨遭80人群殴。这是一场让世界第一拳王梅威瑟都害怕的比赛。在画面中能看到，一群黑衣壮汉已经冲上擂台，在狂揍拳王梅威瑟。但反观梅威瑟的反应，作为世界第一的拳王，竟然不敢反抗什么，只能躲在保安和裁判的身后默默承受。到底为何让骄傲的梅威瑟如此胆战心惊？原来本场比赛的对手来头非常不一般，此人名叫约翰·戈蒂3世，听名字就能感受到这非同寻常的气息。没错，这位拳手的祖父正是臭名昭著的纽约黑手党教父约翰·戈蒂。戈蒂3世出生于1992年，来自一个充满争议但深具影响力的家族。即便到了现在，他的黑手党家族依旧活跃在美国的各大领域。这也是为什么一位刚转职到拳击领域的新星能与世界拳王梅威瑟展开一场较量。当然，本场比赛的形式是表演赛，但这也无法盖去本场比赛的焦点与混乱。赛前，约翰·戈蒂就狂喷梅威瑟，而一向心直口快的梅威瑟竟没怎么还嘴。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比赛，一起来看看这场拳赛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引起如此大的混乱与骚动。好的，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正式开始，由拳王梅威瑟对阵戈蒂3世。这场比赛的话是一场8回合的大战，因为是表演赛，所以说每回合的时间并不长，只有2分钟。开局梅威瑟打得非常的主动也是非常的谨慎小心，给足了约翰·戈蒂面子。前手刺拳先破对手防，同时配合自己脚步的移动，灵巧飘逸是梅威瑟的代言词，也是拳击历史上以防御型为主的拳手巅峰。在这场比赛中，很明显能感受到没有什么防御，纯在进攻。因为这个戈蒂3世说实话，在拳击领域纯粹是一个新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实力。说白了，能打这场比赛纯粹是靠关系上来的。但这场比赛没有那么简单这个关系户呢，他是仗着自己的关系，可以说是无法无天。在赛前的时候就狂喷梅威瑟，各种垃圾话，说梅威瑟是个小矮子，实力也不行，只是运气好，碰到他一定会被打废。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也不知道是谁给的，可能有点美国版向佐的意思那么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一回合的1分钟还剩1分钟。戈蒂现在的还击还是非常的轻描淡写，这几拳打到梅威瑟的身上可以说是不痛不痒，梅威瑟甚至笑了一声。这一笑声也是让约翰·戈蒂记在心里谁让你笑的？不管你是世界拳王还是怎么个地位。梅威瑟一边进攻一边和台下的观众互动，这完全是不把约翰·戈蒂放在眼里一边和台下的观众互动，一边进攻，可以说是把现场的氛围拿捏死了。梅威瑟还在保持头部的移动，对手稍微有点反击，立马向后拉开，同时这边还有个正面的虚晃。最后的10秒钟，梅威瑟是脚步灵敏，身法灵活，可以说是在赛场上游龙。好的，铃声敲响，第一回合暂告一段落。比赛来到第2回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两人的打法有没有什么变动明显能感受到约翰·戈蒂他的双手是从头上放下来了，这很明显是与自己的教练进行了沟通。这场比赛呢要转为一个进攻的姿态。再看梅威瑟这边，完全已经忘记对手是黑手党老大的孙子了，感觉已经完全沉浸在比赛中了，一边在和观众互动，一边在进行着比赛。说实话这约翰·戈蒂肯定会感觉你瞧不起我。梅威瑟不以为然，现在完全进入了一个忘我的状态，已经忘记对手是谁了，边打呢还边笑嘻嘻的，看的人气不打一处来。梅威瑟在激怒对手这一方面绝对是有一手的，现在开始防守自己的面部，感觉像是在逗小孩玩呢。对手打出一记左勾，梅威瑟上勾，已经是突入面部的一拳，近身对手搂抱，这边打了一下后脑，其实约翰·戈蒂是有一个犯规动作的，又打了一下后脑。梅威瑟不管了，继续打你，因为他感受到了对手是在犯规即便裁判说两人拉开，他也根本没听裁判的。上勾拳已经将约翰·戈蒂堵在边角玩弄了。最后的30秒，击腹，击腹再打头，这是一个声东击西。前手刺拳，前手后手，又是一波组合拳打到头部。
哎呦，梅维瑟行云流水般的头部躲闪，这是他的看家本领，而台下的观众啊也是笑出声来。后手重击，再打头部，再来一拳，铃声敲响，让我们进入下一回合。比赛来到第3回合。在刚才的比赛中，我们能感受到梅维瑟已经把这场比赛当做自己的游乐园了。现在的防守也只是在戏耍对手。我们能感受到梅维瑟这场比赛的一个玩味非常浓，也是这种行为啊，让约翰格蒂记在心中啊，一会儿啊有你好受的。梅维瑟防着面部，慢慢往后拉扯。前手虚晃一下，下潜躲闪，对手近身搂抱。这个近身搂抱还拉不开了，约翰格蒂怀恨在心，用自己的左手一直压着梅维瑟的颈部。再躲，梅维瑟现在要用身法来戏耍对手。其实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嘲讽啊，用动作来嘲讽你。后手重拳。约翰格蒂选择搂抱，裁判拉开，击负，前手刺拳，梅维瑟上勾再打入面部，后手重击，两人近身不断换拳，根本不听裁判的指示了，完全是打上头了两个人。裁判说赶快拉开，根本不停，就是打就是干。梅维瑟向后一个后撤步，还看了一下旁边。好，铃声敲响，让我们进入下一回合。相信各位观众啊已经等着急了，那么不慌不忙，让我们来到这场比赛的最终回合第6回合，也是因为这一回合的情况，造就了这场擂台大乱斗。让我们来看一下两人的赛场状态。梅维瑟还是保持刚才的这种戏谑的状态。因为我们也能从前几回合中感受到啊，约翰格蒂呢应该是赛前是一个口嗨王啊，上了擂台之后，这个技术本身不如梅维瑟，所以说啊被打成了这个蔫茄子。而梅维瑟啊在赛前呢忌惮对手的身份啊，没有怎么强力的回击，但是来到赛场上啊就是他的主战场了，他不断的用动作去嘲讽对手，玩弄对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激化两人的矛盾。而加上约翰格蒂的一些犯规行为啊，也是让这场比赛的一个矛盾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地步。约翰格蒂这边近身的搂抱，孤颈搂抱，抓着胳膊完全不松开。我们能看到啊，这边怼到擂台边角了，裁判居然拉不开，两人开始有一点火热了。现场可以说是乱作一团，两边的工作人员都堵在对方的家门口啊，都堵在这个选手的面前。而梅维瑟这边也是被团团包围，最终呢，慢慢的下场，逃离了这场大乱斗，可以说是暂时保住了人身的安全。我们能看到被10几名保安护送下台，边走还边回头看一下擂台上的情况。擂台上啊，则是更加的愈演愈烈。两边的工作人员啊是打了起来，完全谁也不让谁。拳手虽然下台了，但工作人员的恩怨还没有终结。疯狂的围殴也是让这场比赛再一次上升到了一个不可控的地步，不可控的程度。只能说啊，拳赛的观众赚了，买了1场比赛的票，赚了2场拳赛的钱啊！这也是这场大乱斗的重点了。那不知道各位观众啊，看完这场混战之后有什么想法没有？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帮忙点赞、收藏、关注。我是旭峰，我们下面不散，再见。